女士您好，不知道您对我们提供的免费 VIP 套餐还满意吗？还不错。是这样的，因为您入住酒店以后给我们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，为了表达我们的歉意，以后您每个月都可以来体验我们的免费套餐服务。那就不用了，我就是过来出几天差。这样啊。不过您的孩子真的长得很可爱，也很乖巧。您不在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在房间也不哭不闹的。谢谢啊。对了，不知道酒店的哪位员工给孩子送了画笔，你替我谢谢他。好。但是希望不会再有下一次。为什么呀？他画画真的画得很好。没有人在他身边，他如果碰了或者碰了，希望酒店能够尊重我的决定，更不要打扰我的孩子。啊，好的，真的非常抱歉，我会提醒我们底下的员工的。不过，您的孩子你干什么？可爱，怎么又这样啊？一碰到人就晕，现在还晕倒了，这接触恐惧症也不像啊。老母，小佳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他张姨啊，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？这孩子单位忙，他不用回来了。我这不没事儿吗？这都老毛病。您看你，总是这么说，穿帮了吧？平时肯定是报喜不报忧。可不是嘛，还不让人说。哎呀，我这就是这两条腿它不太好使，其他的可不都是老毛病。爸，我跟您说了多少次了？我现在条件好了，工作也稳定了，工资也高了，咱以后不用这么节省，啊？孩子，这2年呐，爸没少牵连你，要不然你也……好了，爸，你老说这个话，我听着都烦了。走，我带你去医院看一下。哎呀，不用上医院，上什么医院呢？就这2天天气不好，我这一胸闷，我就迷糊过去了。这现在不都好了吗？这你张姨这不把药都开回来了吗？这吃上都好了，没事了，不去了，没事了。真没事儿？真没事儿。小佳，你放心吧，如果再有什么事，我再跟你联系。那好。我也想知道，可爱到底是什么情况。韩总，他这种情况多久了？多久我不知道，反正啊，我刚认识他就这样，碰谁都头痛。这除了我下个，哎，你们说，这是不是缘分呐？哎，不过您放心啊，这事我跟他说过了，处理完家里事就回来。他为什么会这样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只有触碰夏雨行才没事吗？原来如此，原来你是为了这个才会选择那个人的。
莫名其妙。哎，那个是这样，怎么样，可爱？要不要喝点水？好啊。等我会儿啊。马总，你又怎么了？我没什么，就是有点低血糖。你的气色告诉我，你不止低血糖这么简单。你忘了，医生都说我是低血糖了，没事的。你说你啊，就没有让我省心的时候。好了，哎，你父亲怎么样了？跟你一样，也不知道是真没事还是假没事。袁斌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好吧，那巧克力我放在你床头柜的抽屉里面了，你要想吃的时候顺手拿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啊。注意休息啊。嗯。可爱，我先走了啊。嗯。哦，对了，你记得帮我多留意一下那个孩子的动向，然后让客房部的人员别在他房间放什么尖锐物品。你是不是又……别问那么多了，让你去做什么做就是了。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嗯。你是不是只要在头疼的时候，我没有第一时间抱住你，你就会晕倒？你说也真是奇怪啊，我又不是医生，想那么多干嘛？哎呀，我现在好困，想睡觉。那你好好休息。嗯。你找我？也没什么大事儿，我正在整理我们公关部的档案，我想了解一下我们酒店最近发生的事儿是怎么解决的。哎，你也知道的，最近我们赵总对公关部的事情特别的关心。档案上不是都有吗？这档案我已经看过了，我发现这里面的所有事儿基本上都是你执行完成的。是。不过呢，还是我们老板领导有方。可爱的身体啊，的确有点不好，也多亏你啊，能够帮她分担一些。可不嘛，这女人啊，没事就要精神紧张，有事就头疼。不过每次酒店有事的时候，她都会头疼。差不多吧。不过不需要韩总费心了，有我在，她就没事。她只需要靠着我，头也就不疼了。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看来不是杨丽夸张，夏香，不要让我发现你为了接近可爱耍什么花样。别跑！别跑！别跑！我弄他！别跑！哎！别跑！别走！别！哎呦，玩游戏啊！你干嘛呢？我正说啥呢？正装什么傻？那你给我！我跟你说事儿呢。说。今天韩云斌找我了，没话找话。我怀疑啊，他应该是在调查我。调查你？嗯。活得不耐烦了啊！我弄死他！没那么夸张。不是哥，我得收回我之前那句话。哪句话呀？眼不见为净啊！你说这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前男友，不教训他一下，留着回家过年呢？小朋友，叔叔又来了，你是不是很害怕呀？你放心吧，叔叔啊，只是来看看这个房间有没有易碎品，就是玻璃瓶之类的。你等叔叔一下啊。好了，现在安全了，
你是不是很喜欢玩拼图啊？以后叔叔给你带更好玩的，好不好？当，这个是魔方，玩过吗？就是只要把颜色拼在一起。你试一下。叔叔把魔方放在这里，你要想玩的话，你就自己出来玩啊。喂，马总。夏雨晴，赶紧来我办公室一趟，立刻马上。夏雨晴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我之前跟你说的话，你都装听不懂是吧？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跟你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更进一步。我是说，绝不可能，尤其是现在。不是你在说？不管是不是你说的，夏雨晴，总之，你知不知道酒店都传成什么样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到底怎么了呀？酒店现在传说我们两个要结婚的消息，是谁给我传出去的？结婚啊！这个杨丽，我不管是谁干的，总之你给我快点去摆平，否则你的2个月期限今天就可以结束了。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听见没有？马总，这件事情我真的非常抱歉，但是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这个消息绝对不是我散播的，我夏雨晴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绝对。出去，出去！哥，你说我这绯闻是不是弄得太小了？我应该说马总怀孕了是谁干的？这比较劲爆吧？杨丽，不是，你看那韩元兵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说你能不能不闹了？你知不知道马总生气了？气得要跟我发生界限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能吧？他要是真生气了，你不早就揍死我了呢？杨丽，我知道你为了我，但是这件事情必须马上给我拼下去，听见没有？我不管了，行了，把我招谁惹谁了我？行，我给孙健打电话。别说起来，我平，你少给我废话啊！马上干净利落处理掉，听见没？我招谁惹谁了？哎，听说你要结婚了，恭喜呀！韩总好，恭喜你啊！我说这谣言你信吗？现在可爱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，竟然有人刻意的传播谣言重伤他，可见这传播谣言的人其心可诛啊！什么危机？怎么了？危机你都不知道，最近怎么那么闭塞？你最近干嘛呢？我不一直在陪那个女客人吗？哦，到底怎么了？听说税务局的人来了，已经到马总办公室了，宋总也来了。哎，虽然我不知道什么事儿，但肯定是大事儿。税务局？哦。为什么这么多年土地使用税都没有交？这个马总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因为才刚接手家财务不久。好，那现在什么解决方案？马总，就从现在的情况来看，如果相关部门可以把这件事情定性为漏税，而不是偷逃税，那么一切事情就都还有回旋的余地。当然，前提是相关部门要相信我们的说辞。最为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尽快缴清所欠的税款、滞纳金和相关的罚款。我尽量想办法吧。马总，缴清税款是迫在眉睫的事情，毕竟法院的传票都已经下来了。今天陈律师的电话里跟我说，既然法院已经开具了对J2的传票，
就说明他们已经对 JR 产生了很大的嫌疑，怀疑我们是主观上漏水。所以此时此刻 ，JR 必须拿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我们不是主观上的偷漏税。那现在财务部门有解决方案吗？说实话，JR 现在根本无力解决这么一大笔的不交款，但是我会尽量想办法。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银行续贷？银行贷款流程已经走了一半，放款就这几天的事情。但如果 JR 财务被爆出有问题的话，银行很可能闻风启动风控系统，到时候这笔贷款……说到底，还是得先填清这个窟窿。如果不抓紧这个时间窗口，洗清 JR 恶性逃脱税款的嫌疑，情况会更加复杂。可是目前除了宋总那笔资金，我们已经没有流动资金了。好了，事情总是要一件一件解决的。身正不怕影子斜，银行那边还是我去解决吧。对不起啊，叔叔，从头到尾一直都让您帮忙处理事情。你总是跟我这么客气，我会认为你担心那25%的股份的安全。怎么会呢，叔叔？您知道的，我一直都是最相信您的。其实啊，那些股份只是暂时放到我这儿啊，就当是对你的鞭策，迟早还是你的。叔叔，本来呢，我是想银行一续贷下来就先给您补上的，但现在……你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！你刚回来的时候脸色不是这样的。马总，那我们也忙去吧。好的，宋总。叔叔慢走。可爱，你怎么了？今天来查税了，我才知道，我们JR有这么多年土地使用税都没有交。现在好了，好不容易银行续贷下来这笔钱，只够填这个窟窿。这应该算是个好事吧？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早不查税，晚不查税，偏偏这笔钱要下来了开始查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？交税没有问题，是我们每个公民都应尽的职责。我只是觉得这个时间点太奇怪了，早不查晚不查的。那个我能帮你什么吗？你现在有个很重要的任务。这段时间，我跟律师全部的精力都要盯在这上面。你要好好的帮我照顾好那个女客人还有她的孩子。JR最近的风波真的很多，雨欣，拜托你了。好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处理好的。你放心，无论什么事情，我都和你一起扛。你干嘛？应收账团、其他应收款、纳税记录、收款记录都在里面。你今天呢，先休息一下，什么都不用管，账我来查。这都火烧眉毛了，哪有心情休息啊？不过，谢谢你啊。账放这儿吧，你先去休息吧。好啊。来，坐这儿。啊？坐这儿。今天你负责喝红酒，账我来查。夏雨晴，我现在是自愿加班时间，与你无关。可是我……别可是了，事在人为。
你要相信我，当然，我也会相信你。事在人为，加。那我跟你一起查吧。好啊。你刚才查的是哪个账本？那个。这个是吧？但你先别查这个，先把这个还是继续查一下。我怎么睡着了？醒了。我睡多久了？我看你最近这么辛苦，所以就没有打扰你。对不起啊，可能是太累了，看合同看着看着就睡着了。看合同？你为什么要看合同啊？还是有些担心吧。你是觉得这其中有猫腻？只是感觉。怎么了？合同。啊？我们俩现在不是一直在纠结这个账务上面吗？那么如果这个账务根本就不是我们做的呢？你的意思是？这不是很常见吗？叫做委托第三方收付款。如果真的是委托第三方收付款，那么出现问题，至少证明我们 JR 是清白的。那么我们夏行，你说的对。在第一次遇见你，我还装得很聪明。我没想到你还懂这么多啊！那可不，我可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呢。哦，好，那你去找一下郭宇吧，让他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好。哎，夏行，你的衣服。怎么样？有什么情况没有？夏哥，这个女客人已经回来了，而且她这2天也没有出门。有什么动静吗？没有。不过夏哥，我听说你昨天晚上夜不归宿啊？你跟马总的事情是真的？嘘，小点声，不造谣、不传谣、不信谣，知道不？真没劲，夏哥。我还想着我跟杨丽能沾上你的光呢，毕竟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嘛。闭嘴吧，你祖宗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们俩什么关系都没有。给你个任务，你马上去跟杨丽为我消除影响，这儿我自己盯着，快去。那我可真就走了。快走吧。马总，之前那个合同，郭经理，该跟你说的我在电话里已经说得够清楚了。我今天叫你过来是想问你一下，这件事情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处理好？好的，我尽快。尽快？是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我尽快去核实。这段时间我会尽快联系法院，我希望在这之前，你可以尽快把这件事情处理好。好的，关于这种出问题的公司，JR自然不会跟他合作。还有以后像这种账目，不要再在我们 JR 出现了，明白吗？好的，那我这就去办。
女士，您是不是在找孩子？你是？我现在严重怀疑您所带的孩子跟您的关系。你说什么？我有些话想要问您。你没有这个权利吧？想玩这个吗？来，1、2、3，坐好坐好。你看，现在滑过去，好不好玩？来，下来，再玩一次。你为什么要每天把他反锁在房间里？为什么不让他与外界接触，甚至把他关在柜子里？什么柜子啊？你知道我的孩子在哪里啊？我警告你啊！如果我的孩子有个3长2短，我一定会找你拼命的。来，你看，这帮人，来，叔叔抱你起来，来，你呀，先在这儿等叔叔，叔叔去把那玻璃瓶收拾一下，好不好？宝贝，妈妈，宝贝。不要！不要！他有自闭症，他身上所有的伤都是他自己造成的。我有的时候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偏偏我的孩子有自闭症？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？老天要这样惩罚我？我前夫和他的家人一直埋怨我，说是因为我长时间在外面出差，缺乏对孩子的陪伴，才造成了孩子今天的病情。可是，我一直在努力的做一个好母亲，我努力的工作，拼命的赚钱，就是想以后，即便是我不在这个世界上了，他也可以像一个正常孩子一样生存。我努力的把他培养成正常人。我知道，这对他来说有些苛刻，但是我也没有办法。女士，我觉得你现在的精神有点过于紧张了，这样对你、对孩子都不是好事儿。你没有打算把他送去特殊学校吗？特殊？刚开始，并不知道他有自闭症。我把他送到了普通的学校，但是很快他就被孤立起来，而且常常因为害怕而大叫。有一次，他的过激反应直接伤害另外一个小朋友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不愿意去学校。特殊学校，我更不敢送他去。我宁愿自己对他狠心一些，也不希望别人看不起他。可是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让他与外界接触，或者去寻求医生的帮助，不然你现在出差把他带在身边，他不是更危险吗？你看到他身上的伤。你别说了，就算你们所有人不理解也罢，他是我10月怀胎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保护他。他没有沟通能力，也没有别的小朋友那样表达能力，我不能让他受到伤害。可是你知不知道，你不在的时候，他就自己躲在柜子里把自己藏起来，你难道不想知道是为什么吗？那是因为他害怕。害怕，其实我也害怕。我很想理解他，到达他内心的那个世界。可是，
他就像一个外星球的孩子一样，跟我隔了上万光年的距离。女士，我觉得以目前的状况来看，还是很有必要送他去特殊学校的。我正好有一个同学就是做特殊教育的，我可以去找他帮忙的。抱歉，我不能轻率的相信你所说的，也谢谢你们的帮助。可是女士，马总，这次事情我不追究你们酒店的责任，你就应该感到万幸了。请您不要插手我的家务事，可以吗？我们明天见。老板，我觉得不用多此一举了。他不是没闹事儿吗？等他走不就完了？您那也别管这事儿了，万一又惹出什么事儿来，咱可吃不了兜着走。不行，这件事情既然已经被我知道了，那我就不能不管。一个孩子自我封闭就已经够可怜了，还要强行和这个世界隔绝，我看不下去。我同意。你当然同意，他说什么你不同意。哦，你说什么呢？没事没事没事，还乱说呢。干活去了干活去了。孩子呢？在柜子里。好的，你们先出去吧。你小时候一定很好看吧？刚才你说到孩子与世界隔绝的时候，突然就好认真，就像你也有童年阴影一样。我也不知道，那算不算是童年阴影？不过我小时候真的很孤单，也很寂寞。那个时候妈妈很忙，总是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。有一天我偷偷跑出去玩，结果迷路了。妈妈找不着你，答应妈妈，以后不许乱跑了，好不好？走，我们回家。走。妈妈，我要跟你一起去。小可爱，妈妈要去上班，你要乖乖在家待着，好不好？小可爱最乖了。走，进去。
再后来，妈妈出去加班，怕我又走丢了，就把我一个人反锁在家里。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很孤单。我常常一个人看着窗外的蓝天、白云，还有阳光。我总是想，要是能有一个小伙伴陪着我，该有多好。可是我总是一个人在家。其实我特别想拥有一个无忧无虑又自由自在的童年。这么一说，我的童年还是挺幸福的，每天活得自由自在，没事就去我们的热带雨林里瞎玩，喜欢把自己摊成一个大字，享受着无拘无束的大自然，那种感觉真是非常的奇妙。那你真的是很幸运。不过呢，你的孤独已经是过去式了。以后，你有了我，你想孤独都不行。随时给你烤。哎，我真的发现，你这个人的优点，全在一张嘴上。我的优点可多了，人帅，嘴甜，心灵美。你以后要是没事儿，去我们热带雨林散散心怎么样？好。今天阳光真好。孙茜，怎么样？马总，老师一直在里面呢，我在这儿等着呢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忙吧。嗯。你们，这是谁呢？妈妈哭。妈妈经常抱着你哭吗？妈妈不哭啊，不哭啊。
疏于陪伴孩子的话，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观点。就好像是我们自闭症领域所提出来的关于冰箱母亲的概论，已经被学术界证明是一种谬误。所以我建议您可以多去看一些关于自闭症方面的书，这样可以多去了解您的孩子，也可以更好地了解您自己。老师，您说我是不是错了？我一直想把孩子像正常孩子一样培养。不管他是成为原来的样子，还是您不断地让他去适应新的生活，这都是需要你们父母去做的。但对于我来说，这是无解的。我的建议是顺其自然，加以引导。就好像是自闭症很多孩子都拥有独特的天赋，这些天赋就像超能力一样，他们都将会成为他们将来赖以生存的技能，他们都会受社会尊重的。其实他真的很聪明，各种复杂的拼图他都能很快的完成，就连夏雨欣给他的魔方，他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玩得很熟练。女士，我真的觉得像他这个年龄的孩子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。谢谢你们，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给他一个舒适的空间。自闭症的孩子学会社交的能力是有可能的，但这要求他们从头开始学的东西，甚至要比常人学习的还要多。所以他们要求拥有独特的技能，而且也要求拥有独特的父母，也是强大的后盾。所以我建议您带他去一个特殊学校，给他一个舒适宽松的环境。放心吧，我回去就去给他找学校。对的。也许只有我相信他，他才能更好地相信自己。对。呀！我是这个世界的，你是谁？你愿意做我的队友吗？想什么呀？宝贝，告诉妈妈这是什么？我妈妈，星星。他是来自星星的小孩，我们俩现在是队友。你看，让你等1-2分钟。宝贝，以后妈妈都会陪你看星星的。妈妈，星星。宝贝。马总，您别送了，留步吧。别客气。这次的事情真的很谢谢你。你最应该谢的是你自己，你太辛苦了。以后的路还长，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，可以随时来找我们。对，找我们就好了。谢谢。啊，对了，这个送给你。还有你喜欢的拼图。我们谢谢叔叔阿姨。谢谢。画儿。送给我们的吗？给你。你教的吧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虽然不会说，
但他这话是在谢谢你们。哎，你不觉得很像结婚照吗？超能力？好了，马总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要乖乖听妈妈的话哦。跟叔叔阿姨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小超人。拜拜。来，宝贝，来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你确定你没有骗我？老实说，上次是不是因为低血糖晕倒的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当然是因为这个才晕倒的。你不会真的有超能力吧？你真应该好好去医院检查一下。我要是真有超能力啊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踢出地球。嘿，夏行。哎，马总，这么能喝，又喝了一瓶啊？拿着。你知道一瓶高档红酒和一瓶普通红酒相差多少吗？马总，你这太难为我了，我又不爱喝红酒。目前呢，你能在国内上看到的红酒大概有4种：国内地下厂商生产的假红酒，国内正规厂商生产的真红酒，以及原装进口红酒到了国内以后变成的散装、罐装红酒，还有就是真正的原装进口红酒。这每一种红酒的价格都相差很多。前3种先不说了，我们酒店全部都是原装进口红酒。为了保证它的口感，我们从包装到运输都极为严苛，所以，你知道，它们从中之间的价格相差会有多少吗？所以这意味着，如果有人以次充好赚取其中差价的话，那……对。而且我对红酒有过一些研究。其实红酒除了从口感上来分辨它的真伪以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外包装。就比如这个条形码，每一瓶原装进口的红酒背面都有一个国际条形码。每一个条形码的第一个数字都代表不同的国家，比如说，美国是0，法国是3，中国是6，智利是7，西班牙是8，澳大利亚是9，还有瓶身数字以及日期标签等一系列的东西。你是说我们酒店的酒有问题？餐饮部的事情你不知道吗？我听说了，但是没想到会这么严重。马总，这件事情跟高雨欣绝对没有任何关系。怎么这么肯定？我虽然来酒店没多久，但是我这个人看人还是一看一个准的。高雨欣那人一看就是很死板，而且因此还得罪了很多人。你放心吧，这事儿绝对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可越是这样，我才越担心。你是担心他的脾气被人利用？听说你这次的评测都还不错啊。那当然了，各项A+。所以马总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第一助理的位置上？韩元斌最近发现了一些餐饮部的问题，餐饮部的事儿呢会牵连到市场部，所以我觉得最近酒店会有一些人事变动，到时候通知你吧。好吧，这件事儿要不要帮忙？需要的话告诉你。这小马总还真是不可小觑啊！夏雨晴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我们的 super star。怎么了？今天没通告？少来啊！你是不是躲着我呢？怎么可能呢？那好啊，晚上陪我吃饭。吃饭？我说您能不能注意一下您的身份啊？
你不怕传出绯闻什么的？我才不怕呢。怎么，你不愿意啊？哎，我可是听说你现在呢，正处于一个会不会被调回第一助理的关键时刻。怎么，要不要我给你加一条投诉啊？您别添乱了，行吗？啊，大小姐，我去还不行吗？这就对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呢也不是那蛮横不讲理的人，我其实是想提前给你庆祝一下。谢谢啊。晚上8点见，啊！哎，少干点活啊，别把自己给累着。高总，您稍等一下。马总，您真的不用再说什么了，我不会再改变主意的。高总，马总，您知道，在酒店大堂要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对酒店影响不好。高总辞职，他的交接工作已经做成了资料，交给了他的秘书。滕总，您觉得谁来接替他的位置比较合适？赵总，之前韩元斌来给我交接工作的时候，确实也说过，他刚来 JR， 所以需要您的协助。餐饮部一些重要的问题，我都交给您来解决。当时您也跟我沟通，说的是会先让高总提交一份申诉报告，所以我很奇怪，为什么他会突然离职呢？马总，您才刚来没多久，很多事情您还不太清楚。这个高总啊，平时工作的时候就马马虎虎，不求甚解，所以才导致餐饮部出现了这么多的漏洞。我呢，就是说了他2句，让他写一份申诉，为自己辩解，结果他就接受不了了，觉得这是挑战他的尊严。马总，高总的确是这样的人，平时就喜欢高高在上，受不得一点委屈。是啊，高总的脾气就是黑白太过于分明，跟他相处起来压力很大的。所以我听各位在座的意思就是，餐饮部所有的问题都只在于高雨欣个人身上，是这样吗？马总，高总这件事情，他既然是餐饮部的总监，餐饮部出现了问题，他理应负责。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赶紧找一位熟悉 JR 的老员工来接手，并且最好是餐饮部的成员。这个职务事关重大，我需要好好考虑一下。哦，对了，马总，袁斌自从来了 JR 之后，为酒店的评级还有审查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。我觉得公关部总监的职位比较适合他。以韩元斌的工作能力和人脉资源来说，他确实很适合做公关部总监。好，这件事情就由赵总安排吧。韩元斌有国际背景，他能够给咱们酒店带来一些国外的先进的管理理念，确实是我们公关部总监的最佳人选。现在餐饮部总监的位置一直空着，您有没有考虑让袁斌也暂时接管餐饮部呢？好吧，在我们找到合适的新任餐饮部总监之前，就先让新任的公关部总监韩元斌先生暂代这一职务吧。哎，没想到高总就这么走了。对啊，高总虽然平常看着严厉一些，但我就喜欢他直来直去、行侠仗义的性格。你们一个个声音都小一点。高总这事儿没那么简单，我不相信就韩元斌那一个报告啊，你怎么看？我没想法。夏哥，你怎么会没有想法呢？感觉酒店马上就要出大事了。是啊，感觉要出大事了。你们几个还在这议论呢？哎，我们走吧。韩总现在是双料总监了，怎么着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吧？
有空来员工休息处。怎么，对我做总监有看法？那可不敢。只是高老大走了，这以后的餐饮服务可就堪忧了。哥，你不是马上做回马总的第一助理了吗？跟马总提提意见，不要让某些人居心叵测，钻了空子。恐怕这第一助理的位子啊，落不到你夏哥的头上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怕你着急啊，我就替你先问了马总。马总说暂时不考虑这个。对不起了啊，你只能空欢喜一场了。牛什么呀？还真把自己当韩总了？话不是这么说的。现在临时应对银行下户检查、巡查各部门，这权力已经是钦差大臣了呀。哎，还有啊，他现在还督促各部门整改，这不是拿到尚方宝剑了吗？现在呀，又升职成为公关部总监和餐饮部代总监。哼，这个韩总管呀，真的是深得马总的心呐。马总也真是的，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位置留给他呢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个韩元彬刚来酒店不久，和各部门的人都不熟，所以啊，马总一定是认为他能够最大程度的做到客观。夏哥，那要这么说，你可惨了。哼，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怕他啊？夏雨行，陪我出去一下。都怪一不小心和你产生交集，在海时光编剧，编了好多剧情，心里的天平慢慢偏移，从看不惯你到变清晰。想在你世界里刻下我的印记，要用多少力气，爱才能被允许？好看吗？这个？我看看。好看啊！好看。走啦，什么眼光？走啊！马总，看电影的时候吃爆米花。啊，吃完了，可以聊工作了吧？嘘，看电影的时候不要说话。可是马总，你不……嘘，看电影别说话。你干嘛？霸道总裁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今天一天了，我一直在跟你聊工作的问题，你就一直打断我，一直不许我说话。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这几天呢，确实很累，也很辛苦。嗯，高总的事情也让我很心烦，所以我不想要一直聊工作。你呢，各项表现都这么好，都是 A+，我也带你买衣服、逛街、看电影了。你知道的，我要的并不是庆祝，只是我工作这么优秀，咱们俩的赌约是不是我赢了？问你呢？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每天这么努力的工作，就只是为了赢这个赌约吗？那当然了，要不然还因为什么？你工作这么长时间，难道这份工作就没有给你带来任何的乐趣吗？乐趣？那当然是赢了之后的快感了。所以你一点都不喜欢这份工作，只是为了想要争这口气，我可以这么理解吗？当然不是了。那是什么？哎呦，你先别跟我说那么多，反正现在就是我赢了，你不许给我耍赖。可我认为我还没有输啊。
2个月的时间还没到。哼，就知道你有后招，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认输，所以才到现在都不把我调回去。知道我为什么不把你调回来吗？我哪知道啊？